27岁那一年，我们家迎来了第一个小孩，很多美好的事情都从那时候开始发生。老实说，当爸妈久了，真的很难回想起没有小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在我29岁的时候，我很自然地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今年我30，在这个应该是事业冲刺的时候，我却选择在家带小孩。我常问自己，我后悔吗？1年前，我们从台湾移民到墨尔本，这其实不是我们人生计划中的决定，但那时候就是想要尝试一下人生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带着我们家的老大，那时候他才1岁，然后我太太肚子怀着一个5个月大的小孩。当初其实在决定要搬来澳洲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讨论过，就是由 Hannah 主要去工作，然后我在家全职带小孩。因为 Hannah 有澳洲的学历，以她的职业类别来说，在澳洲的薪水是可以养活我们全家的。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角色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我是完全是在外面工作的 ，Hannah 是在家带小孩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有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还会跟 Hannah 讲说，我真的好想要吃软饭啊！没想到这个愿望有一天竟然真的成真了。大概在搬来澳洲半年以后 ，Hannah 就找到了一个全职的工作。然后我就正式的成为了家庭主妇。老实说，还没开始这件事之前，我大概就知道我可能不会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带小孩的生活就是不断的重复，照顾一个家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注意。明明工作，明明工作的环境很单纯，但却总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我就是那种没有收入的感觉，会让我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虽然很多身边人都安慰我说，哦，这个角色很重要啊，陪伴小孩长大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懂这件事情很有价值，但是我看不到价值在哪里。直到有一天，我带弟弟去做这边的婴儿的例行检查的时候，这边是看助产士，这边就不是看什么小儿科医师之类的，其实就是量身高体重这种很基本的东西，然后看一下他就是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睡觉睡得怎么样。他是一个看起来蛮资深的一个助产士。检查结束的时候，他就很真诚的看着我说 ：“Kai, you did a great job. You really did a great job.”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它就是很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中的感觉。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超想哭的。我觉得我成长背景其实是也接受到蛮多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听到的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很改变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这么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好像比起小孩的成长，我比较更担心自己偷咬我，我好像更担心自己的未来。就当他突然说了一句 "You did a great job" 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把我拉回现实的感觉。对啊，其实在家带小孩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虽然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很孤单，觉得自己为小孩牺牲很多，但是其实这些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是有人看见的。好了，睡觉吧。所以在那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力气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可能喜欢上全职爸爸这个角色？我有没有可能像是那些很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人一样，很热爱在家带小孩？不行，我觉得我没办法。我觉得我不是会说自己很喜欢带小孩的那种家长，而且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在家带小孩的家长，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变成所谓的育儿专家。我们就是个爸爸，我们就是个妈妈嘛，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就可以了。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带小孩的这整个过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忍耐的部分，反而是让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享受。以前我的心态可能就是觉得撑过去就好，像我就觉得我就是撑到弟弟1岁以后，他会走路以后，我就可以把他送去托婴。我就是撑到他们以后去上学，所以我可能可以有更多自己完整的时间。我好像都是用那种我正在盯的那种感觉，在
过每一天带小孩的这种生活，所以好像也是因为这样，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身心状态是很高压的。就当小孩就是中间睡个午觉，或者是晚上睡觉以后，我就什么事都不想做，我就只想要躺在那边耍废而已。但是当我发现，如果我可以把这整个带小孩的过程当成一个享受的话，我不止能量不会消耗，反而是可以看到小孩一些很可爱的反应，或者是一些很可爱的举动，或者一些很温馨的画面，反而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鼓励到的感觉，而且好像那种享受在当下的感觉，反而可以看到自己这个角色的价值。我会发现我一直用赚多少钱等于有多少价值来衡量自己。如果人类最高需求的那个自我实现不只是成就感，还有其他的东西呢？那个东西会是什么？所以我就问了 ChatGPT， 然后我觉得他说的超好的，还包含了学习与成长、创造与表达，还有社交连结。他这样一讲，我就好像就通了。我们不需要拘泥于我们到底有多少成就，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有多少贡献，来满足我们心中的那个自我实现的那个需求。我们反而其实是可以从其他的部分自我实现。所以我就想到，其实过去的2年，我们一直都有在经营这个 YouTube 频道嘛。其实原本真的就只是记录家庭生活而已，渐渐的好像就做出兴趣来了。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真的开始喜欢做这件事情。空闲的时间，我都会开始一直接收这方面相关的资讯。过去的我都一直用能不能够赚钱来衡量这件事情有没有价值的话，以我们这种规模的频道来说，做 YouTube 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事情。听到很多人给我们的回馈，然后或者是很多观众给我们的留言，我都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好像其实还不错啊，好像蛮值得继续做下去的但是为什么我的心中会有这么多矛盾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陷入那个这件事情很不赚钱、很没有未来、很没有发展性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我就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在的分工，我就是在家里主要带小孩，我的工作就是带小孩，赚钱这件事情其实不应该由我来管。那为什么我需要一直拘泥于我要赶快去赚钱呢？虽然我们家现在的状况不能说到很有余裕，但是其实就是够用嘛。把这个对金钱的焦虑给放下之后，我有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享受这整个过程？就是包含带小孩、照顾一个家，把这些拍成一个影片上传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其实这不是已经很理想了吗？到底在不满足什么啦？就是搞得我自己很不快乐。最近当我真的把金钱等于价值这个价值观给丢掉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开始有那种松弛的感觉。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珍贵的一个发现，就是现在的我在这个时期，在这个角色，其实还蛮爽的。除了帮小孩把屎把尿以外，其实我们是超自由的。我们真的有很多空闲的时间跟精力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学习新的东西。这段时间应该就是要这么快乐才对啊！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那种当父母的那种被剥夺感。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东西好好的丢掉，就是不是我被剥夺。我们现在的免死金牌就是我们需要在家带小孩，但是当我们熟悉这些在家带小孩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故意把自己搞得很忙，但是其实我们就偷偷的做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岂不是很美好吗？我觉得，毕竟我觉得我身为一个热爱工作的人，我觉得我有时候我还是会在想说，对啊，是不是我这一生其实我大概就是这样了？我怎么想这么远呢？怎么那么悲观？好像国中生在那边上什么生涯探索的课的感觉。我现在就是在生涯探索，已经30岁来了，哇！我30岁了，我竟然还有机会可以生涯探索，真的是何德何能？像我最近就是在整理我们家这个花园嘛，做这种园艺上面，我就觉得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跟成就感。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想要开始好好认真的把影像工作这个部分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也不是说就是未来就是想要做相关的行业还是怎么样，但是就觉得现在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为了自己而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心中是很满足的。所以或许当小孩未来准备去上学的时候，我也可以准备好自己回到职场。所以这就是我最近的育儿反思，也想要分享给或许也在同样挣扎的你们，然后也想要跟你说 You did a great job， 你一直以来都做得很好，你不止之前做得很好，你现在也做得很好，然后你以后也还是会做得很好的，不一定需要像我一样就是做这样的自媒体的这种路线，但我觉得不应该因为我们要带小孩而停止任何我们正在做并且我们喜欢做的事情。那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或者是可以做什么让你自己可以很开心的话，现在的我们其实有的是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小波折以及我的学习，跟大家分享。